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关乎健康与荷包的两难问题。生病时医师推荐的自费医疗项目真的有效吗？还是只是帮医师赚取年终奖金呢？想象一下，你在诊间焦急等待检查结果，医师告诉你有一种最新的治疗方式可以提高治愈率，但是健保不给付，需要自费。此刻你的心里是不是冒出一连串问号？这项自费疗法真有那么神奇？如果真有效，为什么健保不帮我出钱？医师提起它，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掏空我的荷包，帮自己冲业绩呢？今天就让一位医师的视角来深入揭开自费医疗的真相，带你找出答案。你会发现，有些昂贵疗法背后蕴含着医学的进步与无奈，有些则可能只是买个心安。究竟哪种自费项目值得掏钱，哪些又纯属医疗界的加价套餐？让我们抽丝剥茧，把话说清楚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自费医疗。简单说，自费医疗指的是那些需要病人自行付费，健保不给付的医疗项目。自费项目可能是药物、检查、手术材料，甚至特殊服务。在1995年以前，台湾还没有全民健康保险，当时看病几乎全靠自己付钱。那年代有句苦涩的戏言，生个大病可能让一家子回到解放前。幸运的人有公保、劳保、医疗可以部分理赔，更多人得东拼西凑筹医药费，甚至变卖家当求医。对比之下，今天台湾的健保相当佛心，绝大部分基础医疗都能负担，每次就医只要缴几十元挂号费或部分负担。我们习惯了健保撑腰的日子，以至于一旦医师开口提到这个要自费哦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警铃大作。怎么突然要自己出钱了？是不是遇上无良医师了？其实，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，健保的保单却不可能无限上纲，把所有最新最贵的疗法通通包办。健保毕竟有预算限制，要撑起全台湾人的基本健康照护。如果把每一项高科技新疗法都纳进给付范围，不出几年健保基金就要破产。我们可以把健保想象成一个公共资源的大水池，水量有限，必须优先供应必须且有效的项目。于是，一些昂贵但疗效尚未明确，或是仅对少部分人有帮助的东西，就被挡在给付清单外头，成了需要病人自掏腰包的选项。换句话说，自费项目的存在本身就是医疗进步与资源有限之间拉锯下的产物。一方面，新技术、新药物带来更好的治疗希望；另一方面，整体社会无法马上为每个人埋单全部费用，只好让有需求、有能力的人自行决定要不要多花钱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自费医疗并不是医师私相授受、乱开天价的阴谋，而是医疗体制在现实中权衡后的设计。当然，了解制度归了解，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是，那我要不要花这个钱？到底值不值得？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迷思，既然要额外花大钱自费，理所当然应该是最好的治疗，毕竟一分钱一分货，贵的一定比较好吧。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，自费不等于最好，这是很多医师想对病人说的一句大白话。有时候你花钱买到的不一定是疗效的巨幅提升，反而可能是额外的副作用、不必要的负担，甚至只是更华丽的包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拆解几种常见的自费医疗类型，看看它们各自的真相。第一类，新颖高端的治疗或药物，这通常是病患最容易心动的一块。想象你被诊断出一种重病，传统疗法效果有限，但国外新出了一种标靶药或免疫治疗，号称能提高存活率。医师告诉你，目前健保不给付这新药，如果自费，每剂要价数万元，而且可能需要连续施打好几剂。此时你的内心天人交战，难道我的生命真的值这个天价吗？这药物真有传说中那么有效吗？先别急，我们举实际例子来说。近年来当红的免疫疗法药物，像是 PDE 抑制剂，俗称癌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，的确在某些末期癌症患者身上展现了令人惊艳的效果，让肿瘤缩小甚至消失。媒体报道常以癌症神药形容，然而这类新药动辄1年治疗要花上100万元以上，
健保单位得精打细算，通常只有限定某些癌别、某些分期才能给付，其他病人如果想尝试，就得自费参与这场豪赌。是的，我说是豪赌，因为即便是神药，也非人人有效。以肺癌使用 PDE 免疫药为例，可能只有2%到3%的病人对治疗有明显反应，其他人可能烧掉数十万，却收效甚微。医师在门诊告诉你有这个选项，绝不是在推销保证有效的仙丹，而是提醒你，除了标准疗法外，还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试试，但它有高昂的代价和不确定性，决定权在你。倘若医师为了你不花冤枉钱而隐瞒不提，万一日后你上网知道有这种新药存在，可能又要质问，医生，你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？这正是两难之处。所以，真正负责任的医师会把符合科学根据的可行方案都摊在你面前，包括那些需要自费的最新疗法，然后和你一起权衡利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提及自费选项其实是医师的告知义务，而非图利手段。至于要不要砸下重金，医师通常会尊重，也鼓励你回家和家人好好讨论，因为这涉及医疗效果、经济能力，甚至家庭价值观的选择，没有标准答案。医师能做的是充分告知和医学意见参考，而不是帮你下最后的决定。换句话说，自费疗法像是一把双刃剑，有希望的光，也有烧钱的风险。而医师就是那个递剑给你看的人，怎么挥剑在你。第二类，进阶精密的检查与筛检。人吃五谷杂粮，难免生病。有时我们为了求安心，会想做多一点检查，检查多做几样总没坏处吧。许多人抱持这种想法，医院也乐于提供各式各样自费健康检查套餐，常见的如高阶影像扫描、基因检测、癌症筛检套餐等等。举个典型场景，一位50多岁的先生，平时身体不错，但有点焦虑，家族病史，于是花了数万元自费做了一次全身 MRI 加高阶健康检查，觉得这样可以买个安心。结果报告出炉，发现肝脏有一个小小阴影，医师也不确定是什么，建议再进一步切片检查。这下一来，先生更紧张了，切片又是一连串折腾，最终发现那阴影只是良性的小结节，白担心一场。这类故事告诉我们，自费检查确实可能在无症状时发现一些异常讯号，但问题在于，这些额外找到的异常，有多少真的是早期发现重大疾病，及早治疗救了你？又有多少其实是伪阳性的发现，或者医学上所称的过度诊断。过度诊断指的是发现了本来不会影响你健康的微小问题，却因为我们发现了它，反而引发不必要的焦虑和治疗。高阶精密的检查，如全身 MRI、PET 扫描，可以捕捉到极小的结节或异常，但有时只是年纪增长出现的良性变化，并非所有检查多多益善。有时候医师反而会劝你量力而为，不要过度检查。当然，对于有特定风险因子的人，某些额外筛检是有帮助的。例如，有家族遗传癌症基因的人，自费做基因检测可以提早预防；又或者高危险族群定期自费做低剂量计算机断层 LDCT 筛检肺癌，被证实确实能提高早期发现率，改善预后。在这些情况下，自费筛检的确有价值，但对一般人来说，把钱花在基本该做的几项常规检查即可，钱多也不一定要把全身每个角落都照透透。医师有时在门诊听到病人要求，医生，我哪里都不舒服，可不可以帮我全身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癌症？其实心里很为难。如果一口答应，安排一堆昂贵检查，万一什么都没查出，病人可能觉得花钱买安心值得，可也可能发现一些意义不明的小问题，徒增困扰。如果医师拒绝病人要求，解释不需要那么多检查，有些人又担心医生是不是不耐烦，不愿仔细检查我。所以面对自费检查，医师通常会先评估你的风险和需要，再给建议。真正有必要的，他会告诉你利弊；没有明显必要的，他可能会婉转劝你省下钱。结论是，自费精密检查不等于万无一失的保障，适得其反的例子也不少，因此要谨慎考量，不要一味认为多就是好。第三类，
特殊材质或先进医疗器材，这一类往往是在需要手术或装置医疗器械时出现的抉择。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种经验，医师告诉你手术可以用健保给付的材料，但如果想要更好的材质或新的技术，就需要部分自费差额。常见的例子如白内障手术时人工水晶体的选择，关节置换手术时人工关节的等级，以及心脏血管支架的类型等等。以白内障人工水晶体为例，健保给付的是传统单焦点人工晶体，可以让你恢复基本视力，但可能需要佩戴老花眼镜。而如果你想同时解决近视、远视、老花，一劳永逸，有所谓多焦点人工水晶体可选。这种高阶晶体价格昂贵，例如某国际大厂的散光多焦点晶体，一颗要价将近5万元，而健保只给付2000多元的费用，其余近5万元都得自掏腰包。很多长辈在子女陪同下听到这里，常常陷入天人交战。难道不花钱装便宜的，效果就不好吗？会不会很糟？其实也不是。几十年来，无数病患用健保的标准晶体也都重见光明，只是可能需要戴眼镜辅助阅读。而多焦点晶体的好处是减少对眼镜的依赖，视力品质在某些情境更好，但也可能有夜间眩光等副作用。而且花这笔钱究竟值不值，还得看个人生活需求。如果老人家本来就习惯戴老花眼镜，其实不一定需要为了摆脱眼镜而花大钱。但如果他有开车、摄影等需要精细视力的嗜好，自费高阶晶体对他而言意义就大了。再看人工关节的例子，健保给付的人工髋关节是传统金属材质，耐用度有限，大约10多年可能磨损需要更换。但有种高级陶瓷人工关节，据说更耐磨，可用20年以上。健保只肯出约4万的钱，但陶瓷关节全套要价15万左右，病人得贴超过11万的差额。对一位70岁的老人来说，传统关节大概也够用到他人生终点了。可如果患者才50多岁，还希望活动力强、用得久，那花钱选陶瓷就比较有说服力。这些例子告诉我们，自费医材往往是好一点点，贵一大截。它并非毫无意义的奢侈浪费，确实有技术与品质上的优势。但那优势有多重要，是否达到你愿意支付的价格，完全取决于个人情况。医师通常会据实告知差异，但尊重你的价值判断。不少医师也怕病人误会，他为了佣金硬推贵的材料，所以反而小心翼翼强调，用健保的也很不错哦。很多人用这个也很好，甚至有医师直言，如果是我爸爸，我可能也觉得健保的就够用了。他们这么说，其实是一种善意，希望病人别有不必要的压力。因为确实有些病人经济状况不佳，却硬着头皮贷款也想装最贵的材料，生怕不买好的，自己就亏待了自己。但从医疗角度来看，最贵的不一定对预后有决定性差别，反而可能增加经济负担。医师的建议通常也是希望病人量力而为，理性选择。如果病人主动表示，医生有没有最好的，自费都没关系，医师也会提供选项。但同时，理智的医师一定会提醒，最好的不代表最适合你的，而且代价很高。要想清楚，这句忠告远比一句轻飘飘的好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来得负责任。第4类，医疗流程中的额外服务与照护。这一部分自费内容不见得直接影响治疗效果，但关系到你的就医体验是否舒适。有时候医院会提供一些自费服务，例如手术后使用的自控止痛泵、产妇无痛分娩的硬膜外麻醉、特需病房的单人病房等，这些都属于自费范畴。但跟前面提的治疗性自费有点不一样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提升舒适度或便利性，而非提高治愈率。以无痛分娩为例，生孩子的痛苦众所皆知，很多产妇听闻可以花钱请麻醉科医师施打硬膜外麻醉，让生产过程减痛，纷纷表示愿意付费购买这份人道待遇。但在健保给付上，分娩并非疾病，无痛分娩属于选择性服务，所以产妇得自费，请麻醉医师团队提供这项服务。这笔费用可能数千到上万元不等，视医院而定。有些家庭经济拮据，孕妈虽然很想无痛生产，
最后还是忍痛放弃，觉得钱要省下来给孩子用，那么无痛分娩这个钱花得值不值？纯粹从医疗效果看，它不影响母婴平安与否，但从人性关怀角度看，减少产痛对产妇的身心健康其实很有帮助。如果经济许可，这笔钱带来的是一生难忘的生产经验中，少一点撕心裂肺的痛苦，多一点安全感与尊严，这就是典型的提升生活品质型自费医疗。再比如手术后使用的自控镇痛泵，也是病人自行选择要不要租用的。装了镇痛泵，术后痛觉明显降低，恢复过程会舒服一些，也能促进较快下床活动。但若经济不允许或对疼痛耐受度高，其实不用也不会影响伤口愈合，只是多忍受一些痛楚罢了。这类自费项目其实更像是消费选择，在医疗效果上是次要的，主要是服务升级。医师通常不会强力推荐这些，而是在病人提出需求或询问时才说明有这选项。毕竟每个人对舒适的价值估计不同，对某些人来说，省钱比舒适重要，对另一些人有能力的情况下，宁愿多花钱减少痛苦。所以说，这类自费项目是否值得，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感受和经济条件，谈不上有效没效，而是一种额外付费获得额外服务的概念。了解了以上几大类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自费医疗项目有的是为了追求更高一点点的效果或精准度，如新药、新器材；有的是为了满足心理安心，高阶检查；有的是提升生活品质，止痛、无痛服务。那么，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，自费医疗真的有效吗？答案是视情况而定。有些自费项目确实能带来更好的医疗结果，但往往也伴随着递减的边际效益，也就是多花很多钱，只换来稍微好一点点的效果。有些则几乎与疗效无关，而是让你感觉更安心或更舒适。从效果上说，它们不一定是必需品，但从感受上说，买的人觉得值得。这就像有人花大钱买商务舱机票，只为长途飞行。睡得舒服点，并不是说坐经济舱就飞不到目的地，而是商务舱体验更好。如果你财力雄厚，当然可以任意选择自己想要的服务，但如果预算有限，就得精打细算，把钱花在刀口上。医疗毕竟不同于纯消费，它牵涉生死健康的结果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疗效本身的性价比上。如何判断一个自费项目值不值得做？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病人决策3问原则，可以在医师提出自费建议时，和医师讨论这3个问题。第一问，它改变的是什么？也就是这项自费疗法预期能带来什么好处？是延长我的总生存期，提高我的痊愈率，还是减少副作用或提高生活品质？这个问题可以让医师明确说出疗效着力点，是治病还是治心？是多活半年还是术后少痛2成？听清楚，这差别很重要。第二问，如果我不做这个自费项目，我可能失去什么？也就是不做会怎样？疾病愈后会明显变差吗？还是其实差别不大，只是心里没那么安心？搞清楚不做的后果，有助于衡量这笔钱花下去值不值得。第三问，做了这个自费项目，有没有可能带来新的风险或副作用？因为有些自费疗法本身也有风险，花钱不一定保证零坏处。例如，某些自费新药可能带来额外的严重副作用，或自费的高阶检查需要暴露较多放射线等等。如果代价除了金钱，还包含其他潜在风险，那更要慎重考虑。透过这3问，相信可以理清大部分自费项目的价值所在，帮助病人做出较为理性的决定。这其实也是现代医疗强调的共享决策精神，医师提供专业意见，病人提供价值考量，双方讨论后一起做决定，而非单方面听命。当我们把问题摊开，理性对话，许多迷雾就散去了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东西真有必要，那就硬着头皮上吧。有些其实可有可无，省下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，可能更好。总之，千万别不好意思问，或者糊里糊涂就刷卡缴费。一定要搞懂自己花的每一分钱是为了什么。真正负责任的医师绝对乐于回答你的提问，
因为他也希望你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。那种你一问细节就支支吾吾、顾左右而言他的，反而要提高警觉了。谈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看开头的另一个尖锐问题：自费医疗是否只是帮医师赚年终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让人生疑的现象，仿佛印证了人们的担忧。比方说，曾有人戏称某些医院一到年底，医师特别容易建议患者做这个检查、那个手术，好让医院业绩亮眼，年终奖金丰厚。坊间甚至流传某些科别医师的年终和自费收入挂钩，从病人身上挣得多，年终分红就拿得多。这些传言听起来触目惊心，让人仿佛看到医师背后长出贪婪的黑色翅膀。但真相是什么呢？老实说，医疗界确实有少数黑羊，把行医当生意，视病患如赚钱工具。但我们也必须看到，大多数医师仍然有医德良知，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固定薪水和合法的健保给付分配，并没有你做一个自费项目，医师就直接进账多少的抽成。许多公立或大型医院的医师每年年终奖金是多少，其实是全院同一套标准，和医院全年盈余、科别绩效有关，但不至于细到每个医师硬性推销才能获利。举个例子，台湾某大型教学医院近期公开表示，他们医院采购透明，尽量减少自费项目比例，结果全年经营有余裕，回馈员工的年终奖金多达数个月，大家乐开怀。换句话说，人家号称全国医学中心自费率最低之一，反而也能给医护高奖金，说明自费收入高低和医护福利不必然是刚性正相关。相反地，一个肯投资员工、重视病人负担的医院，往往凝聚更好的团队精神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否认，在某些商业色彩浓厚的医疗机构，比如高端体检中心或美容诊所，医师可能会背负业绩压力，被要求每月带进多少营收。这种情况下，难免滋生过度推销自费项目的诱因。如果面对的是这类性质的服务，患者自己也要多留个心眼。比方说做健康检查，被推销一大堆贵松松的营养品、点滴疗程，或是在医美诊所被游说买昂贵疗程课程，这就和医疗必要性无关，而是偏向商业销售行为。大家要能分辨其中差异。真正需要警惕的，不是医院、内科、外科那些以治病为目的的医师大力推销，其实他们大多没那时间和兴致搞推销，而是某些灰色地带，例如打着先进疗法旗号的私人医学中心，或游走法律边缘的偏方疗法。例如，有些不肖业者会宣称免疫细胞疗法可以根治各种癌症，收取天价费用，几十上百万。实际上，这种疗法多数还在实验阶段，疗效存疑。这些人利用患者的绝望心情敛财，才是真正的黑心。相对而言，多数正规医师只是告诉你有个自费的新药选项，远不及这些江湖郎中来的可怕。总的说来，不可否认，医疗体系中金钱和治疗的纠葛一直存在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以知识武装自己，不轻易被牵着鼻子走。如果每个病人都更理性，更勇于发问，那些想单纯靠自费项目捞油水的少数人才会没有市场。医病之间建立互信也很关键。当你信任你的医生，他提的建议就比较容易被视为善意而非算计。同样地，医师若信任病人，能理解专业，尊重他的建议，也比较不会用推销话术，而是用诚恳态度交流。双方的善意加上透明资讯，才能拆除自费等于为赚钱的心墙。最后，我们做个小总结，也顺带展望一下未来。医学在进步，未来只会有更多、更新、更贵的疗法出现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每隔几年就有突破性的技术问世。2004年，台湾引进第一台达文西手术机器人时，大家惊叹机械手臂能做精细手术的未来感。但当时用机器人开刀要自费好几万，甚至十几万元，引来讨论。机器人开刀比较厉害吗？值不值得花钱？10几年后的今天，台湾已有数十台达文西机器人广泛运用在各大医院，很多泌尿科、妇科、一般外科的手术都用上了机器人。费用虽然还是自费，但价格也略有下降。有的医院以专案补助或部分健保给付方式，
降低病人负担。当年新奇的科技，如今渐成常规，甚至很多病患指定医生，我这手术可不可以用机器人做？我愿意贴钱。一开始大家怀疑的东西，经过多年证实确有其优点后，终究被更多人接受，甚至可能未来健保也会考虑纳入。反之，也有些风靡一时的疗法，后来证明效果有限或弊大于利，慢慢就被淘汰或不再推荐。即使曾经有人花大钱尝试过，可见自费医疗领域也是个你追我跑、不断演化的战场。未来几年，可能基因编辑疗法、细胞疗法、先进的 AI 辅助诊断等等又会陆续问世，每一项背后都夹带着昂贵的价格和对效果的疑问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唯一不变的准则就是用平常心、理性心面对医疗抉择，别被天花乱坠的广告或周遭的压力推着走，也别因为怕花钱就拒绝一切新事物。医疗决策从来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在效果、风险、成本之间寻找平衡。回到自费医疗有效还是医师赚钱这个命题，我想答案已经呼之欲出。有的有效，有的不太有效，有的确是必要的投资，有的却是只是买心安。如果遇上良心医师，那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选择题。若不巧碰到贪心黑心，那就可能变成精心设计的诱购。但只要你具备基本判断力，多问多沟通，绝大多数时候你都能避开被坑的陷阱。医师告诉你的真相是，医疗是一场和疾病斗智斗勇的游戏。自费项目有时是加强装备，有时只是华丽外衣。穿上什么装备可以打赢，取决于敌人的强弱和你的策略，而不是装备有多贵。别忘了，真正决定战局的是人和疾病本身，不是金钱的多寡。作为病人，我们需要的不是无条件掏钱，而是正确的资讯和判断力。作为医师，他们需要的也不是病人的红包，而是彼此信任和理解。当这两者兼备，钱花得其所，命也保得住。说到这里，你或许松了一口气，原来如此。那下次面对医师提出自费选项时，我心里大概有谱了。其实，医师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懂得理性选择的病人，而不是一味怀疑或一味砸钱的极端情况。因为医师最怕的是两种情形，一种是该花的钱你不花，错失治疗良机；另一种是你倾家荡产花了冤枉钱，却没得到应有的效果。两者对医师而言都是遗憾，甚至良心不安。所以，让我们记住今天分析的观念：自费医疗不是洪水猛兽，也非灵丹妙药，而是一种医疗选择的常态。了解这点，你就能以平常心面对它，不被吓到，也不被迷惑。未来无论医疗科技如何发展，我们都应该保持这份清醒和智慧。最后，送给大家一句话作结：医疗的核心是治病救人，钱是手段而非目的。当我们和可信赖的专业站在一起，用理性与知识做后盾，在困难的抉择也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答案。自费医疗，真相就在你我心中。愿我们都不需要花太多冤枉钱，但真正需要时，也都有智慧做出最佳决定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也祝所有医病之间多一分理解与信任。